好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一次见面了哈。上一次见面的话，大概是3年前，时间过得很快呀。19年到2025年，差不多5年就过去了，基本上好像感觉还是在昨天一样。然后呢，呃，这次的话，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就是说，如果一件事情它是不可逆转的，那么不要轻易去做。那么这个围绕的主题是呢，就是变性。呃，为什么会讲这个主题呢？因为在大概3年前，当时我开通这个 YouTube 账号的时候，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想记录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因为我看到咱们的祖国里，你看秀美的山川呀，然后一些河流啊，还有一些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也可能是自己的一个时间精力有限，就没有就是把这个之前的那个主题延续下来哈。现在的话，其实我很想和大家分享，在前2天都很想和大家分享，因为现在的话自己的事务比较忙，所以说今天忙完之后就抽空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哈，这里有黑眼圈，还是最近比较忙，没有休息的太好。好的，那这个就是说这次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咱们先回顾一下，大概在3年前的我的一个视频讲到，就是说原生家庭对于咱们的一个小孩子他未来的一个影响，他的性格影响，乃至他的恋爱观念的影响。就是我们奥地利的话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心理学家，他叫阿德勒，就是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了解一下。他有一句很著名的一个经典名言是什么呢？就是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哈。然后结合我之前讲的这个视频，然后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假设这是一个男孩子，他的童年就是他在一个单亲家庭里，然后呢，他是跟着他的妈妈，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然后呢，他小时候就是可能不管是什么原因哈，他从小的话可能就是呃在他的原生家庭里就缺少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呃他就是一个比较缺乏父爱，在他的童年还有他的原生家庭里比较缺乏父爱的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哈。那么他长大了的话，就是在他有能力的时候，就是成年以后，他可能就是会在哪里去弥补呢？他童年的缺失呢？因为那个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说了嘛，就是不幸的人用一生来弥补童年，那他就会在他未来的恋爱关系里去弥补他童年的缺失，因为那个时候他有能力呢去弥补了。呃，那么他会怎么去弥补呢？比如说这个小男孩哈，他从小缺父爱，那么他长大了以后，他可能就会在他的恋爱里边，就是他未来恋爱呢，他可能就会倾向于去找一个就是类似于他童年，就是他想象当中，哪怕是他就是说认为的这样的一个父亲的角色来给予他的一个关爱，就是从恋爱关系当中去索取去获得一些对于童年就是缺乏的一个弥补哈。那么这个男孩子的话，长大可能在恋爱关系里，他可能就会倾向于有一定的概率哈，不是说所有，有一定的概率就会倾向于去选择一个男性，那么他就有一定的概率，就是说比其他这种正常的，就是咱们幸福的这种原生家庭，比如说父亲、母亲，然后呢孩子这样子一个还非常稳定的，就是咱们在费孝通的那个家庭的三角结构里边说的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三角结构非常稳定的哈。然后比起他在这种正常的家庭结构当中生长起来的小孩子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可能比正常家庭概率更高，然后呢会成长为一个就是男性的同性恋。然后呢这是男性。第二个我们来回顾一下女性哈，就是女同性恋。那么就是说，假设一个小女孩，她从小在一个就是说单亲家庭，那么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亲家庭呢？她的这个家庭的话是就是缺乏母爱，然后或者是干脆就是可能没有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是在他的原生家庭里缺乏母爱哈。呃，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小女孩她长大了以后，就是她在她成年以后有就是能力呢，来弥补了，然后他就可能在恋爱关系中会去倾向于就是比这种正常的原生家庭，比如说父母子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成长的小孩，他更会倾向于去找一个类似于他童年缺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母亲这样角色的一个人来作为他的一个伴侣。然后呢，又印证了那句话，就是阿德勒说的，呃。
幸运的人用童年来弥补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弥补童年哈。然后就是扣一下主题，为什么我要说之前的这个3年前的这个视频的这个事情，我要拿出来提一下呢？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就是说不要去变性，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去挽回的，就是说他做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去改变，没有办法去恢复的。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事情做了以后哈，这个事情做了以后，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去回到当初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不要轻易的去做这个决定。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是说上帝他在圣经当中他有说到，就是咱们创世纪的时候有说到，上帝创造人类只创造了亚当和夏娃，那么就是说，只有男女两种性别，那么其他的话，比如说男变女我们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通过一个变性的手术，把咱们的男性的生殖器变为女性的生殖器，然后呢也有女变男，但是女变男是比较少的，就是它是同理哈，也是女性的生殖器变成男性。那么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男变女吧。变性手术其实应该还不久，到现在的话，可能就是第一代的变性人，他可能还没有到自然死亡的年纪。就是这个男变女啊，他就是哪怕是生殖器官，他可能通过手术，就是现在的我们科技能够去改变，就是让他足以变成一个生理上的女性。然后呢，他心理上也自认为他可能是一个女性，他需要找一个男性的伴侣这样子。那其实的话，其实不管我们的医疗手段，我们的就是说科技水平有多么的发达，再怎么通过再尖端的技术或者是一个医疗水平来做一个变性的话，其实它是不可能达到咱们的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生殖器官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是达不到的。第一个男变女性的话，她可以就是说去怀孕，然后正常的去怀孕，然后呢生小孩，这个是她无法做到的。哪怕她变成了一个生理上的女性。第二个是女性的生殖器官，它就是说，不但是一个排泄的器官，第二个它也是一个性交的器官。那么的话，它在性交的时候就会分泌，就是自然的去分泌一些液体，然后呢润滑了液体。那么就是说男变女的话，它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它是就是我简单了解了一下哈，因为我不是学医的，所以说了解的比较浅显。它是，就是说男变女的话，它是不能够达到像女性的自然的一个器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东西是达不到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对不对？就是哪怕我们的头发，然后我们的眉毛，然后还有睫毛，包括我们的鼻毛哈，就是还有一些汗毛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身体的每一个东西都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就像我们的身体器官，像我们的心脏哈，我们的心脏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的心脏的话，从你出生的时候就一直在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在为你工作，一直在工作，从你出生到你死亡，它每天都在不停的跳动。然后呢，经过咱们科学的一个计算哈，其实一颗心脏就是你的心脏的话，从早到晚一天的话，24小时，它连续不断的工作，它其实可以大概蹦出有7000升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累计哈蹦出7000升的一个血液。它的能力是非常大的，它一直的话在为你的工作。然后呢，比如说你的肾脏或者啥的呀，它一直在为你的身体的血液去清理毒素，清理你的毒素哈，然后让你维持你的血液健康。就是我要说的是呢，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多余的，哪怕是我们的鼻毛或者是汗毛，对，都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变性的话，其实是不可逆的。然后呢，不管是咱们做这个什么手术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只要是不可逆的一个事情，就最好要慎重的去做一个决定哈。对，所以说像你童年的话，比如说有很多人可能他因为中国的话，其实中国的留守儿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因为我们是就是国家嘛，就是发展社会发展，可能很多人就是农村的，特别是农村哈，就是父母的话外出可能去务工那一代人，
很多的话就是留守儿童，从小的话缺乏父母的陪伴，或者是父亲母亲的陪伴，可能从小在爷爷奶奶家或者外公外婆家呀，或者就是在亲戚家寄养，或者干脆是读那种可以寄宿的学校哈，就是可能比较缺乏，就是咱们原生家庭来自父母的一些关爱。那么的话呢，虽然说我们原生家庭可能有缺乏，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起码是成年了吧。可能大家能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就是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起码也是成年了，或者是哪怕是没有成年。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的话要去自爱，要爱自己，因为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的心脏在日夜不停的为你去工作，然后呢，你的肾脏在日夜不停的为你的血液去清理毒素。其实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在日夜不停的为了你能够就是正常的去你的身体结构能够正常的去运作，能够让你就是说舒适的去生活，每一天都在努力的工作着。比如说你就是说你身体的白细胞哈，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你的身体里巡逻，然后呢，看看有什么就是说变异的细胞啊，变异的那种有可能倾向于癌细胞的一些细胞，它就会把它杀死。像你的身体的这些细胞啊，这些器官都这么非常非常的爱你，那为什么你要去伤害自己呢？对吧？就更没有理由去伤害自己，做一些就是说没有办法弥补、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啊。对，就说的这些。然后的话，最后呢，就是也分享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的话呢，就是能看到这个视频，能看到现在的话，其实给大家一点小小的鼓励吧。也是大家对于我的一个支持和认可，也希望大家的话，在未来的日子里哈，就是说能够活下去，枝繁叶茂。然后呢，首先爱自己，对，不要去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好吧？好的，这期节目的话就录到这里。然后呢，现在也是比较晚了，差不多要到11点了哈，晚上11点。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